为了发掘出隐藏在地层深处的骨头，以及厘清鲸鱼骨头埋藏的确切状况，我们决定将原本筑起的墙的一部分挖除，同时对山壁进一步的深挖。如果有更大更长的骨头，肯定会在这个时候发现吧。清理完发掘样区两边的沉积物后，我们便立刻发现了全新的骨头。你们挖到肩胛骨吗？不知道，他叫人家姐姐带新的。但是就是昨天有发酵骨头的地方嘛 ，Jerry 现在手在碰地。对，而且它面积很大。对，他前天就出，很薄。留点那个纸在后面做记号。就是你那边半个小时内会？不会，目前不会，不敢说。这两个是分开的。怎么看出来？这个是长这样，那个是斜的这样。哦。当然，两个中间是没有连续，但他们两个应该是本身是同一个东西的。哦。只是变形了、烂掉了。它像羊肉吃过。来，我们一起开始挖了。你不要这样哦。好，我知道。哦，你清这个面，我清这个面。可以。再看他可不可以开收据那些。人多好那不行也没差。对，慢慢这样，慢慢来，因为它很薄。你这边就尽量不要清的太细，它还是往那边凹下去。这边吗？凹下去有点不好说，还是不好说。越挖越大，它那个越挖越奇怪，那形状。不要这样插下去，你这个只能这样顺着挖石的方向，对，不然你很容易戳到它。那个铝箔底下有东西，这个有，我先看一下好了，这个。你们先处理，对，你现在拔掉那一根，这一根先用，看你们用土还是什么把它盖起来。这个就已经是骨头。那个是那个老肖探出来的。东西去哪里了？这边这个很薄的一片，很大片。那我们把这个挖了吧，把这个拉出来看。2层的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样？还是你们要先？对，这个整个发下来。这边留先这样打咯。有了，边界出来了。太强了。很大一片。哦 ，no， 有动吗？那个还没补，那个还没补。没事。然后拿去倒，对不对？这看起来像头骨的部分。头骨就那么薄啊？对。你先休息了，当然你先肖董他很懂这个，因为这个真的很麻烦，拍谁。哦，太大了吧？对啊，这边有东西嘛哈，都有。肖董，我先跟你讲，我知道这个骨头，这个先不理的这个东西。就是老肖那边，肖董啊，你那个就是你上次挖的那个，对，好像还有再往里面继续。这应该是头骨，非常多薄片，快干准备。它会很进去哦。快干先上来，那是有力的。先上，快干，来，那边有，这边有。如果是头骨的话，是这只的头骨要2.5米，不止2.5米左右了，不会到太大长度。头骨的话是 N 线的，那么快，那么刺激，都已经不快了。正常来讲你要出现了，这3天就要往这边聚焦了。放弃了这3天，这个一定搞很久。这边淹水了，开始。速度也要。这个帮我顶一下，这根骨头帮我。好，等一下。因为脂肪又淹水的意思，不要挖太多。没有，你还是要挖，不然呢？还是要挖。要看出来，可是不要把它掏空那些。它不空啊，要轮廓要出来，你才知道是什么，要不然没进度。更多裂缝。然后它能挖就挖，不能挖就算了。手套有带吗？这本身就裂得乱七八糟。因为那一层表面要不要先上一层？还有一只血的汤匙。看吧，这边先上吧，你可以先上过来没关系。这边你看，然后那边呢？这个可以。先给你方法，先上过来。然后我拍个照，也有可能是肩胛破的，肩胛破的。哎，没关系，大家菜。
一定要尽情的拆。一定要有想法。往下斜插，而且非常对，这个是软的，还是我上次挖的，再回铺一点深，还是软，你看，很松。所以到这里才是新的。我要看那还有找一下，没有的话今天就不多，在哪里？这里，等一下，这个对。我把这边理出来。这边有东西，这边有东西。哦，等一下我把理干净。啊，你理这边，我顶着那个洞骨头。哎，这边有骨头，都是骨头的，骨头吗？硬的，这个都是啊，这块就是了，这里也是。有了，整块就是。你看，这个还不知道，那应该是这样子。对，可以啊，刚刚是这一块。当时你看一下这样那边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这块是74，那一块现在你们在亲眼这样尖角是76。这个有编号啊？没有啊，有啊，肯定有。做一下，一开始有。这边骨头变得开始很杂，很杂，不很薄，很薄很杂。哎，又有一个薄片，很薄。拼，就现在帮我编这个新的那个。这个吗？在底下面吗？你说哪一个？很薄的一我块。觉得那个那边68哎，没有这个吗？对啊，对啊，这是啊，这个是这整片都是，一直到里面。它如果是尖角的话，应该是爆掉吧？这边。有可能是爆掉的肩胛，也有可能是头骨的部分。哦，希望是头骨。哎呀，所以肖大哥，你说这个是什么部位？目前看是头啊。头为什么不是肩胛？肩胛它的弯曲度没有，一般没有到那么大。哦，太弯了吧这个？对啊。哇塞！所以我们那么快就进入主战场。后脑勺那个位置，有可能。你看，哎，哇塞，这个很大，好大哦！我去啊，不简单了，不简单了。所以这有可能是枕部嘛，就后脑勺的位置。有可能啊，可能你找一下，就要有很多的蓝图放在你脑袋里面，就是它一个肋骨弯，挖到不同转了一个，程度就它这样随时变化。从那个角度来看，就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。真的，所以它是现在是往上延伸嘛？大概这个地方，大概这样啊。哇塞！总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地方是确定是头了嘛？这里不能说，这里我讲的是这里。哦，这里是吗？喷罐的后方这边，一个薄薄的板。哇，不小。所以看来现在的后面这个土台一定要铲掉，可能就一大片延伸过去。你现在脚底下那边也有。对，好吧，我们就拭目以待。是的。经过多次的推论与实际的发掘，我们终于在今天正式进入到头部的范围了。不过，头骨上颌与下颌的保存状况如何？实际的长度究竟有多长？在我帮团队削完发掘用的竹刀后，竟然又有新的发现哦！刚削完竹刀回来，哇！你们挖到这么多大骨头。那个肖大，你现在挖到是什么？那一大片都是吗？不会吧？对啊，这大一片是同一片骨头。嘿，这应该是头骨的上颌左侧。上颌左侧。对，哦，上颌左侧非常完整，它会一直延伸到这里。哇，进去不得了，非常的巨大。所以等于说，现在那个戴安跟那个冠宇这个位置，全部都要把它挖开。对，都要挖开。这里有一个硬的东西，红红的那个。等一下再探探看。好。所以说那个凹洞是喷水口。有可能是气孔，有可能是它的那个眼窝，就是额骨那个地方，眉骨了。眉骨相当于人类的哪？对，差不多。就是眼眶上纹。哦，眉骨突突的。对。原来如此，哇！挖到金鱼的马揪，马揪。那中段那边处理还好吗？很像你的。它现在麻烦是它这一块跟这一块叠在一起，所以然后这边卡了这个大骨头嘛，这边手下不去的话，其实这一块很难取出来。对，所以你们等于说现在探明那个就是它的范围，然后再想办法就是把它取出来，了解。哦，很期待这整个头骨出土的样子。好上难土，那边要注意。对，它附近有一个。你说我吗？对啊。我觉得是我担心我一进去压力挤到它，它会裂掉。用竹刀，因为我刚是我要去探它底下有没有东西。你看像这样一直进去都没东西的话，代表可以掏空。它是不是可以起来？不是，有的骨骼里面就是空心。我在想它跟这个到底是不是连在一起？这是同一个骨头。它是不是可以起来？这是同一个骨头。
应该你要从底下，再底下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这边大概没东西了。这边又向下凹下去了，好像。对啊，划破了。它中间是内凹的，对，内凹，然后就会变成一个那种由上颌跟除骨构成的一个圆管。差不多是在人的后脑勺接近头顶的位置。不是在这里。哦，那个鼻子的。对。哦，呼吸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很长。对，这样看这个鲸鱼骨头骨是真的是完整的，因为你看后面都这么的紧密的，很完整。其实就对啊，非常完整。好可怕！光是看这个头骨我就已经很感动了。感动吗？就是你看，有水一逐刀一逐刀这样下去，然后所以你贴好，不要。它还是这么的完整，没有什么破碎，而且又好大，这个头骨一整片。防水的，看对你们多好。然后你帮我用那个哇，这是第一对肋骨嘛，杰瑞？有机会，它的曲度蛮大的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样看嘛，它很粗嘛，非常的粗。它曲度很大，是曲度，曲度也不一定是第一对，说不定，这种都不好说，没有挖出来，整根挖出来前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。是，但它已经延伸到那个山壁里面去。我觉得已经末端已经出来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现在要清干净，因为已经找到接近关节面的地方结构了。那这个今天你觉得取得了还是明天？这个部分。等我一下。好。小心哦，那个骨螺是吗？不是，这真是骨头。哦，又有骨头。需要胶吗？不要。好，因为它粘不住，是要花。OK，回去就好。那轻的时候小心。它本来就已经断了，只是我刚刚没有上胶。对，哇，那一板几乎没破哎。对啊，很完整啊。哇，你就这样上就好了，伤不到我。要小心消肿的脚。好漂亮哦。漂亮啊。我有一次在加拿大跟我朋友在挖采番蕨石，你慢慢吃，结果挖到那个这里太硬了，这样一个采番被苍龙咬了吃，踩到，然后还有那个苍龙的肋骨，对，是他干嘛你知道？他干嘛？他说 Kiko 跟我去一趟那个 Royal Taylor Museum， 哦，泰勒博物馆，皇家泰勒博物馆，他把那个都捐给他们。哦，不错啊，不错，这很有研究价值的东西。这很有趣。在皇家泰勒博物馆门口有一个有一只苍龙，大概那么大，半身，那你就那个就是他们捐的，是，对，也是他们就换卡楼的时候再用过去就好。所以像就是他们也是那种商业的化石挖掘，但是也是如果有学术价值，还是会捐博物馆。人这么好，没有老外都这样，不错啦，很诚实。只见鲸鱼头骨的板状结构越挖越大片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它该有多完整。而宗代处理的68号骨骼，经过观察后又有新的发现。肱骨吗？不是，那个不太像，那像下颚的末端。末端对，那么粗有机会。下颚末那个球，对。中带下挖是下颚，对吧？烂掉了，对，人家脑补那个烂掉的部分。然后那一根是下颚，是，那一根接着过去。各位中大，你现在在清是它中宫的部分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要找到边界啊，这里。然后如果按照这粗度的话，4米，3米多快。没有到啊，3米多。3米多。不会超过3米。下颚蓝鲸超过3米。蓝鲸4米。蓝鲸4米。对啊，我想说我发现蓝鲸那只19，但是这个的粗度将近3米多，快4米。是。如果运气好，可能破4米。哇！应该到这里都还有。这都是，这边都是。下颚。所以那一条长的就是下颚。这一条长下颚不会是肱骨没有那么长，是，那没那么细，很胖，看过来胖圆。为什么说不像肱骨啊？它没有很圆滑的关系。肱骨有个像蘑菇圆圆的。而且那个地方很硬。对，正常来讲不会破，它不会那么容易破烂，是可能会变形，可是不会破。它事实上它的头部都在相对应的
排在对的位置。排在对的位置。的位置帮你做壁纸中间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对啊，对，它是埋藏在完。我看这个头骨清出来，大家都要拍一张合照。对。想要有一个人从那边清这个凹洞，然后我从这边。好，我来。就是我觉得这一块今天可以出来。可以啊，来，那个木头现在就可以出来。它这边我已经探到蛮深的地方，现在就可以出来。对，因为我这边下去这里不要太深了。都 OK， 我等下用铲子直接套一个土台出来，整块带走。这个我也觉得第一个，那现在就可以出来，我们现在让它出来。这这没有办法。哦，谢谢老肖。这个也好小心的处理。有啊，我现在很小心。这个也不轻哦。你看我都已经切进去了，它底下。我刚刚有切进去了，我刚刚就有切了。底下都没东西了。碰一下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还没那么左右还是还没那么夸张，只是今天一定可以出来的程度而已。这个在15分钟就出来了。这个嘛，那里空间够大吗？哦，真的，起来了，不够人站。哎，不行，化石能放，有练，人不够。是啊，我建议你这个位置还是移来这里好了。可是我这边刚穿过去了啊，这边刚刚是嘟的通，应该还没有那么快。经常脱破帽子，这个有根骨头5到10分钟。这是裂口。好，很高。铝箔也拿了，它还蛮大的。这样子。就像昨天一样，对折过来那样子。没关系，我把这边再清一清。这么长，然后对折一次，然后平铺在旁边。再试一试。再往右一点，这边都进去了，那就可以起来了。那可以起来了。对，整个都进去了，这样起来，慢慢的。洪博，老肖，你的手现在抓那边的话，那上面那一片可能会整个被你掀起。哪一个？不会，我说他起来，他已经完全起来了。来准备哦。直接上，直接上。这一块上半部这里是松的，你刚刚在摇的时候下面还黏。没有。他起来。我已经上快干了。OK。直接上了。就是我们直接把它放这里 OK 了。不太好，来那个给我一个那个。他们后面已经用好了。这个。那就来。还是先过来吗？他们后面啊。需要有个东西去撑着它整个底下带过去，整个带过去要把它抱下来。你整个带过来我这边。慢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裂。来，行，可以啦。他整个起了。很好啊。来，慢慢来。我用手接。对。中菜可以吗？可以。来，谢谢。我这边我整个手包住了。好，去。好，摸到你的手。来，等一下，这样，我摸卡喽。来，你可以蹲下来吗？帮忙。放在来这样就好。对，来，妈妈扶这边。对，抱着。刚好，年放。不要吐。年放。可以啊。感谢那个铺好。铺好，准备。OK， 对啦。在确认头骨的方向与可能的保存程度后，我们又在临近头骨不远的地方发现到一块新的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的骨头。这底下还有根骨头吗？了解，可能是它的碎片，或者说另外一片。哦，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弯的肋骨，它里面都擦掉。好复杂，整个碎掉那边。啊，为什么又是这么复杂的啦？哦哟，不复杂就你就不能死得散一点吗？通灵问一下这金鱼，你怎么死的？姐，你想开点吧，想当初我们带着新手装备下来这边，哦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还是地狱级的天气。还没有遮阳遮雨的，整个都没有爆这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从哪这里前面有东西吗？那藏得非常好，不确定，非常挖下去。可是可以踩对不对？可以踩。我先往前踩。你不挖之前都可以踩。哦，我要往前探了。开始。你要去干那个63是不是？我要把这个干出来。我也很希望那个63被干出来。我不真的。它只在这个粘土上。对。其实国外不是很多那种大型的恐龙化石在粘土层，像重爪龙，那个先放着，它就结合里面。对。哦，裂了。天然裂。啊？这是天然裂。天然裂。要不要上胶？要。
上胶胶水在这边，磨削，来胶水。怎么样？你闪到腰了还是脚趾痛？脚麻了。再扶他一下。老毛病。它是交接在一起，周冠宇下颚插到这个，它是被压在下面。对，哦哟，这里裂了，我把它等一下补起来。第一次出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是在出生冠宇不要用针，针，用一致的。一字起，你边边的这样过去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要用针。哎，一字形。有被拿走吗？没有，或者你用竹刀慢慢刮看。到了。哦，冠宇那边是不是比较难？那边超难，这边很难，那边是每一块都很难。那边是高手区，这也是硬的。那边要高手云集。对，我把下面的土敲掉。我还是继续在这种新手村玩好了，那个能不能拔出来，完全看心情。看金鱼的心情。就在我们专注于头骨上下颌的发掘时，临近头骨的地方，居然又发掘出我们先前苦苦寻找的那个骨骼。闪过啊 ，sorry， 哦，好有临场感，刚刚画面干得好，哎，应该要这么大一个，对啦，第二个所以现在新颖在挖的是肩胛，肩胛，哇塞，肩胛又出关节面来了。是现在 Jerry 在掏的那个，不是，哪里？景仁解说一下。哦，这边也是关节面，这个也是，这个这是它的两头张开来上，张开到这里啊，这边都不见了。这么大因为它已经从这边就裂了啊。那个没了吗？中间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举在那里了，对，就那个，就这样啊，剩这样。换一个肩胛，所以中间是空的嘛，这边啊，破了，还是它在底下？没有，有没有可能它是空的，破了。破了，因为其实到这边还很厚。哦，那边掏掉。啊！我知道他们在讲。你那边是肩胛还是平产？我先把肋骨干出来。我觉得你往后躺，希怡你也往后一下，那就这样。这个骨头呢，看起来形状非常奇怪。对，所以看这边有个很大的部位，这边就那么，正常来讲，那个金鱼没有一个的那个骨头的形状是长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在挖掘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个凹面，这个明显的一个关节面，然后它另外一端这个位置也有个关节面。所以那这边我们又发现它是一个破裂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估计它就是一个。本身这边是有一部分的骨头在这边，但是不知道跑到哪里。那以这个形状来估计的话，它的非常大的可能是一个肩胛骨。而且你看它那个大小比例都跟我们目前挖掘到的骨头都对得上。是，你要肯定就是肩胛。OK， 关于这个就是肩胛。好。大家直接吃下午。哦，这个抱起来放到铝箔上，你直接交之前拿着铝箔就好了。之前你拿着铝箔，拿着铝箔，对。不要，你那个转向，你那个铝箔转向。这样，对，你手要跟它平行。好，对，就这样。拿到那边。拿过来放这里。小心。好。再给我剪。好。哦，完整肋骨。来，你把围沿稍微拨一下。不用，我们在那边处理。好。肩胛骨已经出炉了，虽然中间破损，但依旧完整。在下颌骨部分，随着发掘的进展，似乎越挖越大片。下颌骨目前发掘出来的长度有多长呢？没有，这两个都有，放着就好。这应该是头骨上面。没有那个头没有，我就看量一下那个长度。手小心哦，不要割到哦。来多少？1.1米。对，目前在1.1米，1.114米。啊，你看，准不准？哎，关于有这一只啊，是哪一只？你现在的那一个还是？我们要不要分两段？因为它是天然裂。你现在因为我硬拔会伤到下面那个尖尖。你现在那一根吗？好，天然裂。然后等一下上来再补。要3点要不然我了。怕太伤下面的尖。分天然裂，然后赶快2个补起来，再带上去这样。啊，记录要记好。中奈，哦，要取这个哈。好。
好，接下来取第二根嘛你。敢这样拿，也是好在有下坏肝。你这样拿，刚，我好怕，我好怕，小心啊，小心。真的很怕。好，OK。我打算在那边直接把它接回去。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上面有肩胛，这是什么？有肩胛已经裂了。这是肩胛，哦，肩胛这都是肩胛的部分。哦。它是天然被压裂的，这里等一下我也要搞。等一下，好，我等一下帮我补。你说哪里肩胛？这里，这是肩胛的部分。它这个有一点肩胛的破掉有。粘一点就对了。我变成记录了。有一点，没关系的，看得出来。来传，中队，哎，不是，谁来帮我淋？先跟我讲，这是什么快干吗？还是我帮你？没有， 2.55。先不用，我这里有刮，我等下自己来。姐姐，你解释一下，这是另外一边吗？OK。那边是朝向啊。请问还是我帮你扶着另外一个，然后你踢快干。等我一下，你不用二话不说，突然拔了。不用，这一块没了。不要，你不用补。啊。姐姐，你现在拔，你要绷很久哎。你要绷大概1个小时哎。没关系，它可以。再看一次，我怎么处理骨头？动态，你可能要快一点了，它拔出来了。我知道我这边 OK 了，我是说，我等下先把它想办法接回去，我要直接在这边接。快点来，等我一下。哈哈，你慢慢来没关系。快干喷喷。在我这里。你看这一块我直接拿过去。好。还有前面的地方没有那个补到。哪里？这里。这里没有断。那我在拍摄。就在那个土啊，好像都被拿走了，要吃了。 2罐吧，直接开2罐新的。用完没关系，用完没再上去。它这里肩胛只剩下这样，这么薄。一点点。不用留。你觉得你那个是反转了吗？对。它肩胛这边的肩胛只剩下这样一点点。肩胛是好的吗？它有一点断，有一点被粘起来，这没办法。那你有办法哦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好。 我等下直接帮你把这一根小心哦，然后扛上去。目前确定肩胛骨的形态，接下来我们需要将肩胛骨上部的沉积物铲除，过程中需要寻找肩胛骨旁边的凸起，那可是重要的关键。这一片应该全部都是碎骨，爆掉了，这边都是碎骨，很多。OK， 那要掏血那就去。很多碎骨。我要把这边，好，把这边的边缘修出来。这边的边缘，嘿，看看有没有肩胛的凸起。哦。那个蓝筋呢有一个单的凸起，嘿，然后大侧筋呢就没有，它就是一个扇状。是。对，所以我们修出来看看。看它解疑惑。对，那个是趋向于哪一种筋？好，那我了解。都是大型须筋类。结案。我是估到边缘出来了，应该已经到了。嘿，到了哈。OK。待会来看一下这是什么筋好了，继续清。一起讨论。哎，这不是蓝筋。对，不是蓝筋。大翅筋。有可能，那个赌大翅筋的，那个是银刃。赢了。不是，大翅筋的。可是没有人，刚刚有人说蓝筋。等一下，大翅筋的输啦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棘突在这里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类似蓝筋类的，长须筋那一类的。所以大翅筋是没有这边的。没有，大翅筋是一个半月大扇子。对，它没有这个图。所以你说是蓝香筋是2个图。所以蓝筋类的指的是就是须筋，长须筋。哇塞，大须筋，好不得了呢。你看，所以我们看这个肩胛骨有多大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蓝筋。来，3、2，你们要夜吗？来耶！经过发掘后，我们发现到肩胛骨存在前凸，但确切的形态需要深入发掘。而下颌骨经过发掘，目前已达到1.5公尺。那么，这副巨大骨架的主人究竟是哪一种鲸鱼呢？现在想起来
真的不敢相信啊！